近来，中美高层多有互动。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度通话外，约翰·克里作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年内第2次访华。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二应邀出席公开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从无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野心，中美之间不应走向误判和冲突对抗。同时，他再次强调，希望美方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底线、2份清单。秦刚履新后开始围绕中美合作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继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舍曼会见秦刚之后，当地时间周二，秦刚应邀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履新举行的视频欢迎活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前财长雅各布·卢、董事会名誉主席前贸易代表希尔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等出席了该活动。在主旨演讲中，对于当前美国友人否定中美关系50年来的发展成就，并认为中国在读美国书，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挑战和取代美国。对于这样的说法，秦刚予以驳斥称，这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严重误判。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的命运押宝在别国身上，也从来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国乐见美国凭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靠压制别国或让别国吃药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China is betting against America, and China's goal is to challenge and displace America. And this is a serious misjudg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intention. 秦刚强调，中美之间绝不应走向误解、误判和冲突对抗，双方要明确底线，相互尊重。希望美方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底线、2份清单，特别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谨言慎行，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的红线。That's why the Chinese people value sovereignty a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As much as their lives. There'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or back down on this issue. 而在3天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应邀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就提出，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很明显，中国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中间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通过尽最大努力的管控分歧。最大限度的扩大合作，从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但是呢，我们观察美国国内的政要以及媒体舆论对华的许许多多的评价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呢，它一以贯之的以一种西方式的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的这样一种思维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势。从而就得出来了一个以西方的思维来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会更加具有冲突性的这样一种结论。当前中美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口，面临空前复杂严峻的局面。美上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而这一局面迄今未得到改变，甚至还在延续。这与中美2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秦刚表示，美国有人认为中美合作面越来越窄，竞争对抗已经占据主导，这是对中美关系前景的严重误导。事实是，中美合作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美不应相互敌对，而更应携手合作。美国工商界看重中国市场，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希望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明确反对美对华贸易战，搞脱钩断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0%，其中中国自美进口增长50.4%，对美出口增长36.9%。这充分表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由于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一直到现在，美国在对华政策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的这种偏差，从而将过去曾经使得中美关系稳定的许许多多的支柱，当作成了对中国进行政治化和妖魔化的诋毁，以及武器化的这种操作从而使得中美之间关系稳定的支柱和基石出现了摇摆和动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中国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野心，但也希望美国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底线2份清单。您对此如何解读？主持人好，秦大使赴美就职以后，以温和的态度、柔性的手法和身段，讲述中国的对美政策，期望2个大国呢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改变目前竞争对抗占据主导的格局。尤其是美国撤退阿富汗以后啊，这个美国政府呢宣称要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这呢是很危险的信号。中国呢就是要扮演拆弹专家的角色，设法呢减少中美对抗，做有利于中美2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儿。秦刚所说的中国没有挑战和取代这个美国的野心，这呢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原则，也是一句这个心里话。我记得呀，2014年的时候，美国热议遏制中国策略的时候，那么中方呢就明确的说，中方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无意呢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的目标呢，只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美国呢，这个2个主要政党的共识呢，就是认为啊，这个中国要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因此呢，要设法遏制中国发展，进而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对抗行为，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感。现在呀，秦刚再次重申，这既是要消除误会，也是设法呢管控分歧。这个有规则的竞合关系呢是可以接受，但是啊，以竞争对抗为主导就很不好。当然呢，秦刚也给美国指点迷津，要使美国呢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红线，落实2份清单，那么中美关系呢是会缓和的，会校正到竞争和合作的正确轨道，对2国有利，对世界担责。秦刚还指出呀，双方呢要保持对话，加强外交、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重建有关对话机制，这呢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愿呢美国能够心领神会。那在您看来，阿富汗局势变化是不是对中美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呢？2国应该如何合作？阿富汗局势变化，我个人认为为中美合作呢提供了契机，但是美国呢似乎因为这个败退啊挂不住脸，